新加坡首富萨维林做了一件事，他向新加坡美国人学校捐了2000万新元，折合人民币数额约达1亿。这是这所学校成立以来收到的最大一笔单笔捐款。萨维林的2个孩子就在这里读书。妻子伊莱恩说，这不仅仅是支持学校，也是家族对教育变革力量的承诺。钱会用来建世界级的游乐空间、顶尖的 STEM 实验室，以及开发中文沉浸式课程。但这件事最值得看的，不是慈善，也不是富豪做了件好事，重点是一个身家数百亿美元的人，公开把下一代的教育和生活重心继续压在新加坡。这个动作比金额更有信息量。一个世界级富豪把孩子放在新加坡读书，还愿意花大钱帮学校升级，这件事本身就值得多想一层。今天这篇就来聊聊，为什么是新加坡，为什么是学校，富豪到底在买什么，新加坡教育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到底又是什么。如果你问新加坡教育到底有什么魔力，我会先纠正一个很常见的误解。很多人以为它吸引人是因为卷、分数高、孩子很能考，这个理解只说对了1/3。真正稀缺的地方是他把3种很难同时出现的资源放进了同一个成长环境。第一种，学术硬实力 PISA 2022里，新加坡在数学、阅读和科学都排在全球前列。这里最重要的不是名词本身，而是它反映出整个基础教育系统的稳定度。对家长来说，这意味着结果相对可预测。第二种，秩序感，很多家长表面上是在选学校，实际上是在选一个孩子每天会被什么环境塑造。一个社会越稳定，家长越能把精力集中在成长本身，而不是不断处理外部风险。第三种则是双语国际化，英语让孩子接得上全球大学和跨国职业路径，华文让他不会在亚洲市场和文化语境里失去连接。很多欧美城市有国际化，但华文和亚洲理解力不够。很多亚洲城市有语言和文化优势，但全球升学和制度稳定性又没那么强。新加坡刚好把这2件事接起来了。你再看这次捐款的用途，就更有意思。学校公开说明，这笔捐赠会支持 STEM 创新、健康项目和中文学习。也就是说，顶级家庭真正看重的不是单一高分，而是一种组合能力、技术理解、跨文化表达、国际切换能力，再加上稳定的基本功。所以新加坡教育最强的地方，不是把孩子推向单一赛道，而是比较高概率地培养出一种很能适应未来的人。我们再往深一层看，萨维林压住的不只是学校本身，而是下一代在新加坡的落点。很多家长会把学校理解成知识输入的地方，但对高资源家庭来说，学校还有另外几个功能。第一，它在分配同侪，你和谁一起长大，很多时候会决定你未来觉得什么是可能，什么是自己够得着的世界。尤其在国际学校体系里，同学背后往往连着不同国家、行业和家庭资源，这里形成的不只是友谊，还有视野和长期连接。第二，学校也在塑造身份认同。萨维林不是短暂停留在新加坡的投资者，他早已是新加坡公民，也在2024年福布斯榜单上被列为新加坡首富。当这样的人公开给学校做大额捐赠，这个动作本身就在说明，他不是把新加坡当成一个方便管理财富的地点，而是把这里当成家庭未来的一部分。第三，新加坡有一个很现实的优势，就是它能把资产和生活放在一起管理，法律结构、医疗、教育都能在一个城市国家里完成。对跨国家庭来说，这种整合能力非常值钱，它降低了管理成本，也降低了不确定性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披露的1400家单一家族办公室，就是这个趋势最直接的证明。第四，为什么不是欧美？不是因为欧美没有好学校，而是因为对很多全球家庭来说，难的不是找到一所好学校，难的是把好学校、安全生活、税务清晰、亚洲连接放在同一个地方。新加坡不一定每一项都做到世界第一，但它的组合完成度很高。你再看像戴森这样把总部迁来新加坡的案例，和萨维林捐学校，其实都在表达同一种判断。这里不只是适合工作和配置资产，
也适合下一代长期生活。所以这笔捐款最值得普通家长看懂的，不是富豪多舍得花钱，而是最有资源的人正在把教育当成长期定居、圈层连接和身份扎根的一部分来经营。但说到这里，我反而想替很多家长踩一下刹车。新加坡教育值得肯定，但不要神话，因为它的优势往往是建立在高成本、高筛选和高要求之上的。先看国际学校，像 SAS 这样的一线国际学校，每年学费大约5万到6万新元，这还不包括各种隐性社交成本。对大多数家庭来说，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松试错的选择。你一旦走进去，后面通常就是很多年的持续投入。再看本地学校体系，它的学术基础、纪律文化、教师执行力都很强，很多孩子在这里一样能走出非常好的路径，而且相对来说成本更可控，归属感也更强。但它的压力也是真实的，考试节奏、分流焦虑、补习文化，这些焦虑都不陌生。所以真正成熟的教育判断，不是看哪条路更高级，而是看哪条路更适配。你可以先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孩子适合什么样的学习环境？有些孩子在结构清晰、要求明确、反馈直接的体系里会长得很好，有些孩子则更适合项目制学习，更开放的表达空间，更多元的评价方式。第二个，家庭承受得起什么？教育不是一笔一次性消费，它是至少10年以上的连续投入。你不能为了一个看起来很体面的标签，把家庭储蓄压到极限。第三个，你到底想换来什么？如果你最在意的是扎实基础、较强纪律和相对稳的本地路径，本地学校未必输。如果你更重视国际课程和海外升学通道，国际学校可能更匹配。重点从来不是富豪选了什么，而是你有没有看清你自己的目标是什么，孩子真正需要什么。富豪的选择可以提供观察价值，但不应该变成普通家庭新的压力源。所以回到最初那个问题，首富都选新加坡，这个小国教育真正有魔力的地方到底是什么？我的答案是，它卖的不是神话，而是一种稀缺的确定性。孩子能在一个安全、有秩序、学术强、国际化，同时又保留亚洲连接的环境里长大。但你也要记住，确定性很贵，而且不是每个家庭都需要用同一种方式去买。看懂这笔捐款之后，家长真正该做的有3件事。第一，重新看孩子，不要只看学校招牌。第二，重新算总成本，不只算学费，也算时间、情绪和家庭承受力。第三，把教育放到10年尺度去想，语言能力、同侪环境、人格稳定、升学路径，哪一项才是你最想守住的？如果这支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欢迎订阅频道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新加坡教育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？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